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海娟美食。今天分享一个好吃的蒸面包，不用烤箱，不用揉面机，照样蓬松又暄软，一点都不塌陷，不回缩。盆中倒入普通面粉350克，打入1颗鸡蛋约55克，加入220克的温牛奶，3克酵母，15克白糖，3克盐，把所有的食材搅拌均匀，搅成基本没有干面粉的絮状，揉成面团。这个面刚开始揉的时候，因为放的牛奶和鸡蛋液比较多，所以说有些粘手。我们把面揉成团即可，然后把面团压扁，放入20克的黄油，继续来揉面。揉制的过程中，面团粘手是非常正常的。我们揉着揉着，多揉上几分钟就不会粘手了。这个面团一定要揉透，多揉一会儿，揉至面团特别的柔软、光滑的状态，直接移到案板上，搓成长条状，分成均等大小的4份。把面再次揉成圆形，4份全部做好。揉好的面剂子扣上盆，松弛5到10分钟。取出1份松弛好的面团，其余的3份还放在盆底下防干。案板上少来一些干粉，面团直接压扁，擀成长方形的片状。擀成这样长方形的薄面片，面片底部的2/3处，我们放上干果跟自己喜欢吃的果脯，把它均匀的摊平。我放到巴达木、核桃仁儿，还有果干，这个根据自己的口味来，也可以放一些豆沙馅儿，或者是土豆馅儿、苹果馅儿都可以。压一压。然后另一边我们用刮板切成面条的形状，切好以后，我们把底边压得薄一些，然后给它卷制起来。这样1个生坯就制作完成了。4个生坯完全做好了，我们准备一个8寸模具，家里没有模具的，我们就用小盆儿，依次摆放在模具中，每个生坯之间让它紧凑一些。锅中提前放入温水。做好的生坯放进来，盖上盖子，醒发至2倍大。经过半个小时的醒发，看一下生坯已经达到2倍大了。这时候我们盖上盖子，开中大火，先把水烧开，水开以后蒸25分钟。时间到了，我们先把火关掉，关掉以后焖5分钟。焖至5分钟，打开盖子看一下，哇，漂亮！出锅。油脂给它揭去，看一下，特别的蓬松暄软，轻松脱模，哇，漂亮，蓬松又暄软。家人们看一下，蒸面包就出锅了，特别轻，特别的暄软。这样做的蒸面包真的是全过程一点都不复杂。最适合我们家庭制作，掰开一个看一下里面，真的是蓬松暄软，好吃还拉丝。
再掰开一处，家人们看一下，有没有看到拉丝的效果？看一下面包的里面，满满的馅料，自己喜欢什么咱们就放什么，关键是蓬松暄软，不油腻，口感特别的好。喜欢的家人们，您动手试做吧。海娟，谢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走进海娟美食。今天和了一个面团，做了3种口味不同的饼，您更喜欢哪一种呢？原味饼、葱花饼、麻酱饼。大盆中倒入1斤的普通面粉，加入1克的无铝泡打粉、2克的盐、3克白糖，用350毫升的温水来和面，边倒边搅拌。我们和烙饼的面一定要水分充足，烙出的饼才能柔软好吃。如果面和硬了，烙出来的饼就更加的硬。搅成这样的大面絮状，我们直接移到案板上。用推拉搓揉的方式把面揉匀。刚开始揉的时候有一些粘手，这个面团一定要多揉几分钟，揉着揉着它就不粘手了。看一下。揉成一个柔软光滑的面团，盖上大盆，醒上20分钟。醒面的时间里，我们来切一些小葱，切的稍微碎一些。切好的小葱放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，碗中放入1小勺白糖，加入1小勺的麻酱，给它搅拌均匀，备用。醒制好的面团，我们给它搓成长条状，切分成大小均等的3份面剂子。接着，我们把每一份面剂子都由外向里给它搓揉均匀，整理成圆形的面筋。来一点干粉防粘。面剂子直接压扁，擀开，擀成一个圆形饼皮状。擀成这种稍微薄一点的圆形饼皮，饼的表面少淋一点油，涂抹均匀。撒一点干粉，这样饼层次更好。撒上刚切好的小葱花，铺平，让它更加的均匀。再少来一点盐，用切刀在边缘处切上一刀，沿着切口，我们给它卷制起来，不用特别的紧。卷到一半的时候，一个大拇指放在中间的部位。继续往前卷，沾一点点干粉，把封口处捏严捏紧，转过来把层推进去，封口，底部给它封严，大头朝下，直接压扁，一个面剂子就制作完成了。做好的面剂子，我们不要直接擀开，盖上一个保鲜袋，让它松弛5分钟。第2份面剂子也同样擀成圆饼，抹少许的油，刚刚调好的麻酱也倒上来，涂抹均匀。抹匀以后，同样撒一些干粉，边缘处切开一刀。同样的手法卷制起来，封口处捏严捏紧，手法同上。第2个面剂子做好了，第3份面剂子擀开，淋少许的油。
撒点干粉。最后一个面剂，我们来做一个原味饼。我们这边吃的最多的还是原味饼，同样的动作手法。第3份面剂子，同样放在保鲜袋底下醒上5分钟。取出醒好的第1份面剂子，直接压扁，擀成圆形饼皮，两面都要擀一擀，这样层次更好。擀成这样圆形大饼皮即可。饼皮记住一定不要太薄，太薄了层次就不好了。稍微有一点点厚度。平底锅预热，刷油。油热以后放入大饼，给它整理一下。大饼的表面淋少许的油，锁住里面的水分。烙制饼的表面微微变色，我们给它翻面。翻面之后，我们给它转动一下饼皮，让饼皮受热更加的均匀。里面变色，我们给它翻面。翻面之后再烙30秒钟，让另一面再上一上颜色。烙制饼的2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。关火出锅。第2张大饼翻面，底面变色，再次翻面。第2张大饼也出锅了。第3张大饼也出锅了，3张大饼完美出锅。家人们看一下，我们掰开看一下里面的层次，个个特别的渲染，层次特别的丰富，层层叠叠的。看这个柔软程度。第2张葱花饼，看一下，葱花饼也是特别的柔软。层层叠叠。麻酱饼，一个面团我们做了不同口味的，您更喜欢哪一种呢？评论区留言加转发，谢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走进海娟美食。今天做了有颜值又好吃的葱花发面饼，家人们看着有没有食欲？做法超级的简单。如果不知道早餐给孩子做什么，可以头一天晚上发好面，早餐轻松解决，特别的暄软。大盆中倒入中筋面粉300克，加入2到3克的酵母，190毫升的温水，先把酵母化开，边倒边搅拌。搅拌至这样的大面絮状，我们加入一些黄油，大概5到10克。加入黄油能够使做出的面食口感松软，有淡淡的奶香黄油味儿。不喜欢的可以放一点点玉米油。下手揉成团儿，揉成一个中度偏软的光滑面团，盖上盖子发酵至2倍大。醒面的时间里，我们来切一点配菜。准备1根火腿，从中间1分2半，先切片，最后切成小碎丁。切好的火腿丁放入盘中备用。再来切一些葱花，切得碎一些。切好的葱花放盘中备用。案板上撒干面粉。看一下面已经醒发好了，有明显的蜂窝组织。取出醒发好的面团，揉搓面团排进里面的气体。揉好的面团整理一下，压扁，擀成长方形的大薄片。
擀成半厘米厚的大薄片儿。面片的表面淋少许的吸油酥，用刮板涂抹均匀，撒上一些干面粉，这样更好的起层。再撒一些小葱花，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少许的盐。然后我们从底边给它卷起来，不需要特别紧，稍微松散一些。卷好以后，我们给它切成剂子，分成均等的6份。取过一个切好的面剂子，我们把两头给它封紧，捏严，防止漏油。里面的层次推进去，封口。立起来，在手心里拧上2圈，让它层次更加的丰富，直接压扁。把所有的面剂子同上全部做好。我们取过一份做好的面剂子，直接压扁，沿着边缘处，我们给它整理出一个窝窝的形状。先把边缘处压扁，压得薄一些，再压中间的部位，就会自然形成一个窝窝的形状，像不像一个鸟巢？这样就可以了。电饼铛或者平底锅预热，刷油。油热后，放入我们制作好的饼皮。在饼皮的中间部位打上1颗鸡蛋，因为形状像太阳，所以叫它太阳饼。再加入少许的小葱花，点缀一下，让它颜色更好看，味道也好。再来点切好的火腿肠丁。盖上盖子，开上下火烙。烙至饼铛的周围冒起热气，我们给它翻面，漂亮。烙至另一边变色，我们再次翻面，漂亮。全程大约需要4、5分钟的时间，烙至两边金黄即可出锅。这样做的早餐发面饼，看一下，特别的漂亮。还放了孩子们喜欢吃的火腿，加1颗鸡蛋，营养丰富又解馋。拍开看一下里面特别的蓬松暄软，做法还是相当的简单。喜欢的家人们动手试做吧。海娟，谢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走进海娟美食。今天分享一个孩子们喜欢吃的早餐饼，看一下，柔软筋道，扯不破，撕不破。做法还特别的简单，关键是营养丰富。家里有孩子的朋友们可以尝试着做哟，早起几分钟轻松搞定早餐。盆中倒入普通面粉300克，加入3克的盐，增加面粉的筋性。再准备600毫升的温水，我们先倒入一半，边倒边搅拌。搅拌至这样稠面糊的状态，再搅上几下，最后倒入剩下的一半温水，最后把它们搅拌均匀。这个面糊我们要多搅拌一会儿，搅拌至细腻无颗粒状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盖上盖子，醒上10分钟。醒面的时间里，我们准备少许的香菜，切成小段儿。把切好的香菜放入醒制好的面糊中，再打入2颗鸡蛋进来，加入少许的13香，
少许的鸡精，充分的搅拌均匀。刚开始和面糊的时候，咱们已经加盐了，所以这一步就不需要加盐了。电饼铛提前预热，刷油，薄薄的一层底油即可。油热以后，我们用勺子晃动一下盆里的面糊，让面糊更加的均匀。倒入2勺面糊，晃动一下锅壁，让面糊摊得更加的均匀。盖上盖子，上下火烙制，大约烙制1分钟。看到饼铛的周围冒起热气，我们给它掀开盖子，饼已经鼓起来了，少淋一些油。看一下这个饼的边缘处已经翘起来了，这时候我们给它翻面，走你，翻面继续烙1分钟。看到饼微微鼓起，我们给它叠加起来，哇，漂亮，可以出锅了。最后一张早餐饼也出锅了，家人们看一下有没有食欲？朋友们看一下，我家的饼铛大，我烙了5大张，个个柔软筋道。作为早餐、晚餐都是不错的选择哟，有蔬菜，有鸡蛋，再加上1碗白粥，那味道好极了。喜欢的家人们也就动手试做吧。如果早起没有时间，可以前一天晚上把面糊和好，放在冰箱冷藏保存，早起几分钟搞定早餐。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走进海娟美食。今天海娟分享一个好吃的玉米面发糕，看一下，发糕特有的大气孔，蓬松暄软，做法简单。首先我们准备一些去核的红枣，切成小颗粒，切好的红枣碎放入碗中备用。大盆中放入150克的玉米面粉，我们用刚刚开的水烫一下面，200克的开水边倒边搅拌，水要一点点的加入，把玉米面完全的烫透，这样能够激发出玉米面的香味儿，还能改善玉米面粗糙的口感，吃起来口感更佳。搅至玉米面没有干粉的状态，我们加入300克的普通面粉，打入2颗鸡蛋，加入4克的酵母，20克的白糖，白糖可以少加一点，还有大枣的甜度就已经够了。加入1克的五铝泡打粉，不喜欢的可以不加。充分的搅拌均匀。搅匀以后，再分少量多次的加入清水，边倒边搅拌。看一下，搅至这样粘稠的状态，我加了180克的清水，然后把我们切好的大枣碎加进来，下手揉成团儿。这个面因为水分充足，特别的粘手，可以沾一点油，或者戴上手套来揉。怕太粘手的，我们可以利用筷子或者一个小铲把它搅拌均匀。这个面团一定要软一些，做出的发糕才能够柔软好吃。如果太硬了，肯定做出来发糕会发干。把面团搅拌均匀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8寸的模具，家里没有模具的，我们可以用小盆，边缘处给它抹上一层油，沾上一层油脂，这样脱模的时候特别的容易。接下来我们准备壁帘，把模具拿去底托放入壁帘上，这样蒸制的过程中它更容易熟透。放入我们揉好的面团，手套上沾少许的油，我们给它铺平，按压紧实。
锅中提前放入温水，放入碧莲，盖上盖子，醒发至模具的7分满。看一下，生坯醒发至模具的7分满。这时候我们盖上盖子，先把水烧开，一定要中大火烧开，防止发糕发黏。水开后计时蒸25分钟。时间到，先把火关掉，不要着急打开盖子，焖它3分钟。3分钟过去了，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，哇，漂亮，可以出锅了。出锅之后，我们给它抽出油脂，接下来我们给它倒扣脱模，漂亮。稍微让它凉一凉，再给它切开。接下来我们给它切分开，装盘开吃。看一下里面会不会粘。看一下里面，特别的蓬松暄软，一点都不黏腻。这样做的玉米面发糕，全程没有一点难度，清香美味，口感不腻。喜欢吃的家人们就动手试做吧。我是海娟，谢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海娟美食。孩子们开学了，今天给孩子做一个好吃又简单的早餐饼。看一下这个颜值，馋到您了没有？如果您也喜欢，可以跟着海娟一起来做哟。首先，盆中倒入300克的普通面粉，加入3克的盐，增加面粉的筋性。然后我们分少量多次加入1斤清水，边倒边搅拌。搅拌至面糊状，我们加入1个蛋清液，增加面糊的筋性。继续搅拌。这个面糊我们一定要给它多搅拌一会儿，如果暂时搅不开，可以盖上盖子，醒上5分钟，再搅就很容易没有面疙瘩的状态了。看一下，特别的稀。盖上盖子，醒上10分钟。接下来我们准备1根胡萝卜，撒上1多瓣，撒成细丝，再切的碎一些。切好的胡萝卜丁放入盆中备用。1把控干水分的韭菜，我们给它切的碎一些。切好的韭菜也同样放入盆中。起锅放油，油热之后放入打好的蛋液，快速滑散。把鸡蛋碎扒拉在一边，加入一些虾皮，把虾皮炒香，去除腥味儿。炒好的鸡蛋切得碎一些，晾凉备用。饼铛或者平底锅一热，刷薄薄的一层油，或者是不刷油。刷油接制的过程中会好接一点。放上1小勺面糊。用刮板刮匀，或者是转动一下饼铛，只要把面糊摊匀了即可。盖上盖子，上下火烙制1分钟。1分钟之后，我们揭开盖子，看一下饼的表面已经变色了，边缘处翘起，就证明熟透了。出锅，特别薄，特别有韧性。家人们看一下烙好的薄饼。张张薄如纸，而且特别的筋道，还不粘。接下来咱们来调馅，馅料中放入晾凉的鸡蛋碎，
放入少许的13香，1勺盐，少来一点鸡精，来一点点蚝油，再加一点酱油，最后放入调料油，充分的搅拌均匀，馅儿就拌好了。接下来我们拿出一张烙好的薄饼，中间的部位放上馅料，两边向中间折叠，轻轻压一压，折叠过来，另一侧稍微折叠一下，然后把它往一起一折，一个生坯就制作完成了。饼铛预热刷油，油热以后放入我们卷好的菜卷，烙至小饼的底部变色，我们给它翻面，漂亮。烙至小饼的底部变色，我们再次给它翻面，漂亮。看一下这馅料全在外边露着，有没有食欲？翻面再烙30秒就可以出锅了，不破皮儿不露馅儿。第二锅也出锅了，可以美美的开吃了。家人们看一下，早餐馅饼就做好了，营养丰富，好吃还解馋。如果我们怕耽误时间，可以提前把面糊和好，放在冰箱冷藏保存，早上起来10分钟轻松搞定。